上回说到，上官婉儿虽然受到武则天的提拔和重用，但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女皇开始垂垂老矣。上官婉儿认为，与其一棵树上吊死，不如找一个可靠的下家才是最明智的选择。神龙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联合一帮李唐旧臣发动政变，拥立太子李显复位，就是唐中宗。年老病危的武则天被迫退居二线。没过多久，失去权力的一代女皇在孤独和寂寞中离世。在这场政变中，充当眼线的上官婉儿起了关键的作用。由此，唐中宗对她委以重任，不仅让她继续负责起草诏令，还封为昭容。据《旧唐书》的说法，她的地位呢，仅次于皇后一人，妃子3人。也就是说，在父亲唐高宗李治身边做了才人的上官婉儿，又摇身一变成了儿子唐中宗李显的昭容，给父子2代为妃。在整个大唐300年的历史当中，除了武则天、杨贵妃，就属她上官婉儿了。这位曾经有过悲惨的身世，被母亲寄予过厚望的一代才女，终于爬上了权力的巅峰。在她的倡议之下，天下大兴文学之风，各种各样的诗词大会如火如荼的举办。文采飞扬的上官婉儿不但代帝后提刀作诗，还充任考评裁判，帮助朝廷选拔各种人才。一时间，他说过的话成了网络金句，他的日常活动频上热搜。此时的上官婉儿早已不是那个在武则天面前挥毫泼墨的单纯少女，宦海沉浮多年的她早已看透世事沧桑，为权势而活，享受权力和富贵带来的无上荣耀和无边风月，才是她孜孜不倦追求的东西。在上官婉儿的心底，不论是武则天还是唐中宗李显，他们只不过是权力的载体而已。当权者需要她献媚的时候，她就源源不断地奉献上媚眼；当权者需要她才华的时候，她就像展露女人美丽的胴体一样展露自己的才华。她发现2度为帝的唐中宗仍旧不过是个傀儡，真正掌权的是她背后的女人，性格跟武则天一样强悍的韦后。为了追求更大的权力，她可以抛弃武则天，也照样可以抛弃唐中宗。很快，她又开始巴结韦皇后了。那么，她又是如何曲意逢迎这位新的女主人呢？第一招是借刀杀人，利用武三思来打击张柬之等一帮李唐旧臣。神龙政变，张柬之居功至伟，受到唐中宗的重用。韦皇后想大权独揽，张柬之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上官婉儿主动把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引荐给韦后。武三思和上官婉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把武三思推出来呢？原来早在武则天的晚年，上官婉儿就开始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他一方面向太子李显暗送秋波，另一方面呢，又跟武三思勾搭上了。这种左右逢源，等于给自己在政治上买了双保险。武则天去世以后，武家一度失势，此番武三思再度出山，依靠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等人的支持，相继贬杀了张柬之等一般李唐旧臣，一下子咸鱼翻身。甚至武三思还公然和韦后私通，给唐中宗戴上了绿帽，上演了2女共用一个情夫的闹剧。第2招是为虎作伥，李显复位后，立李重俊为太子。可这个太子并非韦后所生，韦后欲除之而后快。上官婉儿则主动配合他的节奏，极力削减太子的势力范围，逼得李重俊只好起兵诛杀了武三思。而上官婉儿竟不分青红皂白，在唐中宗面前污蔑太子谋反，最后害得李重俊百口莫辩，含冤而死。第3招呢，则是投其所好。上官婉儿知道韦后特别崇拜她的婆婆武则天，于是多次劝其效仿武则天，成为第2个女皇帝。结果韦后被撺掇的野心勃勃，忘乎所以，居然和女儿安乐公主合谋，直接毒死了她的窝囊老公李显。
在通往女皇的道路上彻底裸奔。如果你认为上官婉儿就此完全倒向了韦后的阵营，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在叶庭那种环境下长大的女人，尽管胸怀大志，却又极度的缺乏安全感。母亲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向她灌输称量天下事的预言，话听得多了，她便欲壑难填，且不择手段。而在叶庭生活，处处看人脸色，又让她养成了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个性，主动亲近每一个对她有利的人，但又不敢跟任何人走得太近。一方面，她处处迎合韦后；另一方面，她又注意到武则天的小女儿太平公主也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她又开始摇摆不定，准备跟后者暗通款曲了。上官婉儿这种无派系、无立场、无节操，堪称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政治手腕，既帮助她得势，同时也成了刺向她自己的一把。韦后毒杀唐中宗以后，上官婉儿找到太平公主，在对方的默许之下，起草了一份遗诏，立年幼的李重茂为皇太子，韦后为皇太后，还把唐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请出来一同辅政，以平衡各方势力。然而，宰相宗楚客却私自更改诏书，劝韦后效仿武则天。如果韦后称帝，李氏宗亲将会被赶尽杀绝。得到消息的李旦第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商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唐隆元年7月，也就是公元710年，李隆基领禁卫军攻入玄武门，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父亲李旦登基。一直在后宫熟睡的上官婉儿被外面的厮杀声所惊醒，久经沙场的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她缓缓地拿出自己起草的那份唐中宗遗诏，并主动打开大门，率领宫女列队迎接李隆基的到来。然而老于世故的她这次却打错了算盘。面对上官婉儿的主动示好，李隆基不仅不买账，还下了必杀令：此必妖淫，独乱宫闱，今日不诛，后悔无及。刀光剑影之中，上官婉儿带着惊恐的眼神倒在了血泊之中，结束了她身世悲惨、命运曲折又风光无限的一生。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问题来了，李隆基在斩杀上官婉儿的时候，用此必妖淫，独乱宫闱来形容。上官婉儿的一生真的是如此龌龊不堪的吗？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14岁她成为唐高宗的才人，40岁成为唐中宗的昭容，这期间跟武三思私通，跟宰相崔氏在外同居，哪一段感情如今听起来都像是娱乐圈的头版头条，看似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也许这个女人一辈子也没遇上过真正属意的良人。全唐诗收录过她的一首诗《采书院》：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井平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长久离居。诗的大意是说洞庭湖边秋叶落了，我在万里之外思念着你。露水这样浓，被子却这样冷，月光的影子照在屏风上，就好像是我孤独的身影。想弹奏一曲江南曲，把这声音封在我寄给你的信里。这曲子唱的不是别的意思，是我想你的心声啊。这首诗写的清新含蓄，可有情深意浓，把一个女子思念情郎的心情表露无遗。说实话，我无法把这样一个温柔缠绵、心思细腻的诗人上官婉儿和史书上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上官婉儿联系在一起。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婉儿？或许两个都是吧。不管是政治才华还是文学修养，
上官婉儿都是历史长河中的翘楚，可回首她的一生，可敬、可悲、可叹。自小的家庭变故让她尝尽了阶下奴的辛酸，终生的奋斗都是为了弥补童年的遗憾。寄人篱下的不安定感，形成政治上左右摇摆、随波逐流的品德，需要不断的攀龙附凤来巩固自己的荣华富贵。然而这荣华富贵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吧。一辈子在刀尖上舞蹈，却又最终死在了刀光剑影之下。如何评价上官婉儿？也说说你的看法吧。如果你喜欢听古今情史，请点赞和关注我。